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雨露蒙蒙的杨紫让观众看清了她的性格，周六因此而神。在周六的进步和整顿路上，杨紫的每一次出现都代表着不同阶段的意义。2次升级改版，还有1次以紫顶趣官的身份出现。她连续录制了2集，被称为半常驻嘉宾。有1次，他发布了网上 VCR， 为杨迪加油，祝演出顺利。如今导演团队再次发生变动，自7月8日起进入暑期特辑。不出所料，熟悉该平台的朋友杨紫带头了。此次他带着女主角长相思来宣传，并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什么叫语录。谭健慈是6组成员，杨紫2个环节都与他配合，精准抛梗，引得观众爆笑。与他一起客串的4位演员都与他在剧中产生了情感上的认同纽带。剧照显示，5位核心人物都穿着婚纱，逍遥站在中央，其他4人则在他身后。从被嘲笑谁是我新郎的剧照中，我们就可以看出长相思想要讲述的故事有多么复杂。而戏里戏外都是忠心的杨紫，在剧中与4位帅哥纠缠不清，综艺里无疑落下。首先，他和谭健慈的近况最多，这并不奇怪，毕竟谭健这次的录制节目也算是回家了。他原本是第6团的一名成员，节目想要更多地夸奖他，想要后期多一些他的镜头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杨紫大概也明白了这一点，心率测量游戏一开始，秦霄贤和王鹤棣融合在一起，所以他和谭健慈联手。当谭健次被问到拍戏有没有表白的时候，杨紫最后1秒还在吃瓜，下1秒谭健就想做一场实景排练，下意识地对杨紫说我喜欢你。吓得八卦的杨紫以为对方是在跟自己说这件事，旋即他就忍不住笑了，表示自己吃了一惊。原本谈感情的气氛很暧昧，但当杨紫抛起梗的时候，现场的粉色泡泡就更加浓郁了。和谭健次的心理战结束后，就到了2人来回比划的时候了。当主持人问杨紫想和谁在一起时，他又选择带上谭健次。总共只有4场比赛，其中2场是和他一起完成的，杨紫足够有趣了。要知道，根据剧名来看，主演是饰演萱萱的张婉怡。体育比赛中，张万毅和邓伟的配合很有默契。舞蹈比赛，1人带领4人，自信让团队氛围良好。逍遥和香柳的 CP 粉很满意，杨紫也不会错过与另外3位荧幕搭档的表演。到了考验体能和平衡能力的第3局，谭健慈身边站的不是他，而是张万一和邓伟。与前面几个环节的轻松相比，第3场比赛着实不好办。顶部形状的支柱只有1个人可以站在上面的大小，杨紫一坐就摇摇晃晃，另外2个男生也只好晃过去。第1次尝试，张婉怡还没开始跳舞，杨紫和邓威就双双翻滚了。第2个挑战与第1个挑战完全相同，只是吸取了第1次的经验之后，大家都选择了让杨紫躺在平面上。这样的话，其实就是对小伙子们跳跃角度的极限考验。张万毅虽然极力躲避杨紫，但还是难免撞到了。杨紫下来后，下意识地扶住了腰，2次都失败了。杨紫看起来受了轻伤，但由于时机还没有结束，道具重新布置的时候，杨紫再次勇敢地半坐在桌子上，等待邓伟的腿伸直并被拉起来才结束。摔倒后，杨紫立即询问邓伟腿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。得到对方没事的答复后，我才松了口气。如此小心翼翼、浑身雨露的杨紫，不仅头脑清醒。最后到了舞蹈学习环节，这次没有人数限制，杨紫终于可以和4位男嘉宾一起参加了。虽然长相思队输给了李雪琴队，但4人一起嬉戏的场景证明了他们的亲密关系。杨紫如果找不到任何破绽，就把周6当神了。长相思剧组录制《你好星期六》，4位主演都有自己的小心思。长相思剧组录制了《你好星期六》，上一期节目中官宣后，网友们都在期待这档节目的播出，但是这档节目更新后，网上却出现了一种声音：长相思剧组的4位男主角都有自己的小心思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网络上刚传出长相思剧组录制《你好星期六》的消息时，网友们都非常高兴，因为全组的演员都一起去宣传了，直接证明该剧即将杀青。
据知情人士透露，长相思剧组一共录制了2集，等待长相思开播才准备播出。在这期节目中，节目的主题是骑士要保护2位公主，一位是逍遥杨子，一位是雪灵公主李雪琴。他们每人都有4名骑士。当时，张婉怡、邓伟、王弘毅、谭健次分别在剧中介绍了自己的身份，而邓伟则直接告诉观众，涂山烬是小瑶的男朋友，因为在结局中，小瑶选择了和小瑶在一起。涂山烬退到了山林之中。杨子的骑士是4大守护者，而雪灵公主的4骑士则是4神兽。我忍不住笑出声来。节目开始录制后，嘉宾们展开了一场个人技对决。这个游戏是萝卜深蹲加个人技巧，比如谭健次深蹲之后，他会做出一个个人技术。奇怪的是，谭健次直接背诵了曼谷的全名，而听完谭健次背诵曼谷的全名后，无疑震惊了。随后，嘉宾们展示了各自的个人技能。杨迪直接背诵朝廷代表消灭邓伟，杨子用断臂对眼的一系列动作，成功消灭了李雪琴。说给我一个特写，然后他就直接说我不会，虽然被淘汰的气势不能丢。随后，嘉宾们开始了心跳测试、默契手势、猜谜游戏等环节，最终长相思剧组获胜。这是非常愉快的，因为他们不仅非常了解，而且还非常信任彼此。在观看这一集的过程中，有网友发现了一些事情。看到这个发现后，他们认为长相思的4位主演都有自己的小心思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细心的网友发现，4位男主角除了张万外，都穿着厚底鞋。据官方消息，谭健次身高174厘米，张婉怡身高176厘米，邓伟身高183厘米，王弘毅身高183厘米，183厘米，也就是说，只有谭健次和张婉怡身高不到180厘米。看到这样的情况，网友们纷纷表示，男明星也参与其中吗？有网友认为，很恼火，个子高的人还穿高跟鞋，就不能考虑一下周围人的感受吗？有网友认为，穿衣服是别人的自由，非必要不能放手。无论是男明星还是女明星，他们都有自己的化妆师和服装合作者。有些时候，他们并不是想怎么穿就怎么穿，所以长相思剧组在录制《你好星期六》时，并没有精心的搭配，这只是明星们正常的着装，而不是去关注这些小细节。我们应该关心节目什么时候开始播出。各位读者，看完长相思主演录制的《你好星期六》，你们期待节目的开播吗？你觉得这部剧会成为爆款剧吗？02，邓伦不愧是综艺之王，为了比赛他真的很努力，和女嘉宾的手都不知道该放哪里。邓伦这个有着石家庄之光的男孩，不仅展现了出色的演技实力，还在娱乐节目中展现了他的聪明才智和求胜欲。在综艺节目中，邓伦经常以各种方式大喊大叫，赢得观众的关注，但其中他的绅士风度却让人难以忽视。邓伦参加综艺节目时，总是竭尽全力去争取胜利，将极限挑战的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在一档叫《密室逃脱》的节目中，邓伦被吓得大声喊叫，但他并没有气馁，反而在接下来的极限挑战中展现出了非常聪明又奸诈的一面。在节目中，他经常用各种手段让其他成员措手不及，让人不禁佩服他在综艺节目中的表现力。在极限挑战海上跳远比赛中，邓伦展现了大智慧。他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，让6人队员站在前面的不同位置，这样当第1根杆子过去时，第2根杆子就可以立即跳起来，节省了时间和精力。就连雷佳音也忍不住赞叹邓伦的聪明才智。这样的相互配合无疑是一个团队中最重要的因素，而邓伦在这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除了在娱乐节目中积极争取胜利，邓伦也展现出了作为男人的绅士风范。在很多综艺节目中，他总是主动帮助其他女选手，尽力让他们感受到团队的温暖和支持。他总是以绅士风度要求男生支持女生，甚至亲自拉着游得慢的女生。这种行为体现了他对女性的尊重和关心。然而，邓伦的一个举动却引起了广泛的争议。在某综艺节目中，他抱起一个女孩时，把手放在了女孩的屁股上。这是一种非常私密的动作，往往只有男女朋友之间才会有如此亲密的动作。这一幕引发了人们对邓伦的豪爽和绅士风度的热议。
如果不知道这一幕是在节目录制过程中发生的，很容易让人认为他不够细心，但实际上，这表明了他的绅士风度和对节目的投入。邓伦目前是当红演员，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色情新闻的传播。他一向对女生都是绅士风度，这次他也竭尽全力为节目中的大家呈现出精彩的表现。他毫不畏惧地拥抱着女孩，让人感受到他的风度和气息。然而，有些人对他选择放弃的部分感到强烈震惊。这个部位对于女性来说非常私密，只有男朋友才能拥抱。邓伦的大胆和此举引发了人们的质疑和思考。邓伦的综艺之王形象得到了大众的广泛认可和喜爱。他的聪明才智和绅士风度使他成为大家心中的偶像。不过，他的喊叫和大胆的举动也引发了一些人的质疑和思考。他是如何在求胜欲望与绅士风度之间取得微妙平衡的呢？他在综艺节目中的表现力如何吸引人们的关注？他不害怕自己的私处应该受到赞扬还是谴责呢？所有这些问题都让我们对邓伦的行为和性格提出质疑，也让他的形象更具吸引力和争议性。无论如何，邓伦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，他的综艺之王称号也将继续吸引观众的关注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